OK Henry，今天 Yes. Season 19 start 了诶。Oh shit! So together with 这个 Season 19出啊，它终于来了一个我们期待已久，也不算期待已久，就是时隔很久了的一个 balancing update 啊，也就是平衡性调整。这个平衡性调整很大，不像之前可能我们来一点小小的平衡性调整，可能调一两张卡一两个 value， 这次我看有整超过20张卡被调整，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次，是的。So 这个就是那个官方出的那个平衡性调整的那个图。So okay. 我们先从那个 nerf 和nerf 先看啦。OK，before 我讲这个，我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表看起来，我们会觉得那个 nerf 的 impact 比较大，然后 buff 的 impact 比较小。这是因为其实原因很直接，就是说，之所以那卡被 nerf， 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用嘛，我们经常会见到。而那些被 buff 的就是很冷门的嘛，所以自然我们觉得 impact 不大了，因为它冷门了，都没有人在用。这应该是要等一段时间，那些 breeder breed 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才会换那个 meta 咯。OK。So 现在我们看这个 nerf 的第一个被 nerf 的，其实也是之前已经有收到一些风声，有一些人预测了，也就是这个 Anemone 啊。我给你们看一下，Anemone 是什么卡？就是这张卡，就是那个很 annoying 啊，会一直 heal 的那个鱼啊，对，会一直Q 的鱼，所以它是2张一起来的嘛，对不对？你看它效果就是你要有2个 Anemone， 它才来，对，每打一次就 heal 100 HP， 所以是有点恶心，对，很烦这张卡。所以你 imagine 啊，以前假如因为通常这个 Anemone 的鱼，它配的另外一张卡是 Angry Lamb。那张卡也是40修的，所以你可以 imagine 一下，假如他打full，就是他不要打 zero cost 的话，他打来这些2个 Anemone 加2个 Lamb， 他就有了160修再加 10% 那个same cast bonus， 也就是160加16 176修。你想看这种是很恶心的，问题主要是他修高不用紧，对不对？很多东西也可以有修高了 ，plan 可以修高，可问题是这个恶心的地方是在，你只要打不死他，因为他修很高啊 ，most likely 你一轮是打不死他，把他修回来了，就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就代表你 energy 已经浪费掉了，对不对？因为你打的他修回去了，代表你要重打，就刚才你花的 energy 其实是已经就是 do the drain 了，所以这个是比较恶心啊，尤其是那种 burst damage 不高的阵容，像 Henry 你玩的 Terminator burst damage 不是很高嘛，对不对？它唯一高 damage 的卡就是来那个 Thorny Caterpillar， so damage 不高，很难遇到这种，他就一直 heal， 觉得很恶心哦。所以现在对，一直弄不死哦，打又加密，所以现在他把它修来 from 40 reduce 到35了，所以这个 overall 那些本来刚才能 set 176修，现在可能 set 来150修左右而已了。So 这个是 overall，although 它还是很强的，它那 mechanic 没有改，它还是可以 heal 还是怎么样，可是 at least 它的 shield 没有这样高了，所以那些可能对一些别的阵容，只要我们的 burst damage 之前不够，可能现在就够带走它了。OK， 对。然后下一个被 nerf 的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就是说大家之前都有在讨论了的，果然被 nerf 了，就是这个 double top。给你们看一下什么是 double top。大家应该有预告，只要大家来打到来1800分左右，你们看到的鸟，你只要不是那种就是偷袭后排的鸟啊，就是那种打正面的鸟啊 ，most likely 它都是这个嘴巴的，因为这个 double top 太强势了。所以以前 double top 是怎么打的？就 before 这个 nerf， 因为 double top 它配另外就是讲以前的 double top combo 了，是能打出400 damage，对不对？对，80加120再加80再加120就400 damage。所以你想看一个 rep 到来到 let's say 来400多命，450命for example。所以你假如你是玩 bird respawn 或是 anything with 一个 backline 这个 bird 的话，你前面只要来动到这个 rep 到扣它大概50命你扣到来它是390多命他就死定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就算手上有再多的修的卡，对不对？到有很多高修的卡嘛，有很高的修，还是你有很多 energy， 你叠高怎么样没有用你不可能活下来，因为这个是 ignore 你的修的，这就是这张卡的强。所以现在
他就把它 nerf 从80去60了咯。唉，其实也是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其实我们也是有一队是用 double talk 的，所以现在也是头痛了。对，我们有一堆是用 double talk 的。So consequence 是什么啊？是现在我们主要是斩杀线变低了，因为通常我们的这个 double talk combo 是用 as 最后用来解决到人家的那个 combo 嘛，对不对？我们不会早用的嘛。对，就是前面先耗着它，然后一击 set 它。对，所以现在主要是我们的这个斩杀线啊变低了嘞。所以以前是来斩杀线是400 damage 嘛，现在我们的斩杀线就变成来360哦。这是蛮多，你想看40 damage， 是我们要比以前多打个40 damage 线才有机会斩杀它。所以这个 nerf 其实蛮大的。如果要用 double talk 要赢对方的话，就是前面要lead先哦，就是要想办法提早就是动到他们的后排先啊。对，或者是换句话说了，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比以前多花一个能量来达到他的 HP 比较低先了，对不对？对。所以来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你可以 imagine 就是来我们在 game 里面我们需要多花一个能量和一张卡的意思。所以来就是变相的就是所谓的 nerf 这张卡了。可是我觉得是假如以一个局外人，就是自己没有这个大局怎么说自己对我觉得是以这个 game 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 nerf 是好的，因为虽然讲我自己有这个 team 啦，可是我也觉得这个有点过分的强了。所以 I mean 就以 game 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 nerf 是好的。确实很强。我们用这个 double talk 不知道烧了多少人。对，我们来很轻松的就推到2300了嘛。对哦。所以下一个我讲的就是 Gravel End 啦。就 Gravel End 可能我讲名字大家不知道，可是可能大家看到它的图片就知道了。尤其是玩 Terminator 的，看到它就知道是什么卡啊。就是它是 Terminator 的噩梦啊。来，李岩，你讲一下你对这张卡的看法 as 一个 Terminator 的 player。 哇，这张卡超级恶心啊！如果你是 Terminator， 最后剩下你的 Terminator 跟有 Gravel End 的对手1对1啊，你基本上是不用玩了，因为他只要一直出 Gravel End 一张出，你根本出不了卡，你就一直被他克，他就这样慢慢磨死你，所以我很讨厌这张卡。对，合理。So although 现在他 nerf 啦，他来 nerf 他的 stats from 来我看一下，就 from 40 shield 去30 shield。可是我觉得这个 nerf 其实没有改变到现在的 situation。对，因为你想看他 Gravel End 你假如这个 Gravel End 真的对你有效的话，还 Gravel End 你了之后，你有他有30 shield 和40 shield 有差别呢，对不对？因为你都什么卡都不能用了嘛。对呀。假如是他 Gravel End 对你没有效了 ，for example 他 Gravel End 一个 bird， 这样也是你这差别的10 shield 有没有也作用不大嘛 ，bird damage 相高，对不对？他全部 range 的卡。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改变到这个问题的根本的。所以其实我们之前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怎么说？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 Gravel End 要 balance 一点的话。应该是要调它的触发条件，而不是调它的那个 stats。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调成像 Chom 这样子，也就是 Diny 的这样子，就说可能要配另外2张卡才可以触发。因为这样子就although它还是可以 disable 你，可是它就不可能像之前这样子一直用一张，对不对？因为它以前的话，不是以前就是现在的话，它一直一张的话，它可以一直收能量，一直收卡，然后他收到够了之后一波打掉你了嘛。对。可是假如 let's say 他需要配另外2张卡才可以触发的话，他就很难收能量嘛，对不对？所以他自己也是难受。所以就导致就可以来上发 balance 这张卡。可是他现在那个 developer 没有这样子做，也没有办法啦。我只能认命了。碰到 Gravel End 的时候就直接投降算了。我觉得V2 要来了，可能 V2 的话很多东西会怎么讲，有很大的改变了，到时候可能 Gravel End 就不会这样强势了咯。这个到时再看了。OK， 下一个我讲的那些被 nerf 的，就是我把它 group 成一个种类啊，就是毒了。所以你看这里毒很强势的，最近就是上个 off season。对，上个 season 你可以 imagine 上个 season 只要你打到1800以上，不要讲2000，1800就够了，1800以上很多很多毒啊，就是那种打后排的毒，是很恶心。所以现在这个 nerf 表里面呢，
有3个毒的卡被 nerf 了，有点大快人心。所以第一个被 nerf 就是这个 Grass Snake，这个 Grass Snake 超恶心。为什么好像恶心啊？来，就是这张，就是你可以 imagine 嘛，它是一个 zero cost 的卡，它毒到你，你不是中一个 stack 的毒，你是中2个 stack。所以你想看那些它有2张，你中毒2次，你中4个 stack 的毒，4个 stack 的毒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 game 里面任何一个 action 啊，就是一张卡被打，就是还是怎么样，就任何一张卡过去的话，你就会被扣8个 HP。对，你的 stack 再乘2，对吗？对，就是4个 stack 嘛，4个 stack 乘2，所以每一个 action 就扣8个 HP 哦，所以多么恶心！你可以 imagine， 你可能觉得和8个 damage 不了吗？有什么？你想讲到那些在 round 2就毒了你。然后假如拖到 round 8，他这个毒总共毒了你多少？你想看，就代表说他用 zero energy 啊，带来给他这样多 damage， 对不对？你想看，假如正常情况下，别的 build 他要丢这样多 damage 的话，他们需要花多少 energy？ 现在他花了 zero energy 啊，就可以达到这样大的效果，这样大的收益，他 value 实在是太过分了。So that's why 现在他 nerf 啊，就从两个 stack 啊，就2个 tick， 2个毒的 tick 变成1个 tick 而已了。所以为了补回这个，对，我觉得蛮合理的，他这样调，我是对很合理。我觉得2个 tick 太过分了。所以可是这个 developer 也没有说怎么讲，砍到太快过分，你不然讲砍飞掉那些之前买毒的阵容呢会不爽嘛？对，所以现在他扣了，不是 reduce 啊，他的那个毒的 tick 的次数，可是他提高他的 stats 哦，所以你看他的 Grass Snake 以前是10 damage， 现在变20 damage， 然后修从20去30了。明白。OK， 所以第二个那个被 nerf 的毒的卡就是 Yam， 所以 Yam 啊，也是很恶心哦。你们知道，就假如你打他越多次，就中毒越多。所以现在他把他 nerf 从30 damage 去20 damage， 修里面的 same 嘛。第三个毒的卡就是 Garish Worm， so Garish Worm 之前的话是100 damage， 现在变90 damage。我觉得这些它的那个 mechanic 是不能动啊，对不对？毒是一定要有。假如你 remove 它的毒，这张卡就废了嘛。所以对，我觉得没有办法，只能在它的 stat 上面动刀了。OK， 所以讲了这个，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另外一个被 nerf 了。所以我接下来会讲几张卡，是一个种类的来讲。所以接下来这个种类是 Terminator 啊 ，in general Terminator 被 nerf 啊。为什么呢？ Terminator 4张卡里面3张卡被 nerf 啊。So 听起来很吓人啊，可是我觉得这个 nerf 其实不是很大，我接下来会解释。So 第一个被 nerf 的就是 Tony Caterpillar， 也就是那个 Terminator 的尾巴啦。Tony Caterpillar 这张卡就是那个 Terminator 的damage source 啊，对不对？因为 Terminator 最高 damage 的卡就是这张。对。所以现在那个 game 把它 nerf 从105 damage 去到100 damage 哦。所以看起来是5个 damage 啊，可是其实它 nerf 到比较多，因为 normally 这张卡会trigger 这个 deal 130 bonus damage 的这个 to debuff target 嘛，对不对？因为你的 Terminator 会有 lagging， 所以你要 trigger 这个其实是肯定可以 trigger 的。所以假如考虑到 trigger 这个条件的话 ，maybe 这个 nerf 是 instead of 5 damage， 其实是 nerf 大概6个 damage 左右，6还是7这样子咯。可是我是觉得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 range 啊。所以另外一个 nerf 的就是 lagging 啊 ，lagging 是什么 ？lagging 就是 Terminator 能 slow 人家的那张卡咯。这张，所以 lagging 啊，这个之前已经听到很多人complain了，为什么呢？因为你 imagine 一下 lagging 是可以 slow 人家，一个 zero cost 可以 slow 人家，可是你想看，假如人家要 counter 这个需要 speed up 嘛，对不对？可是在这 game 里面没有一个 speed up 的卡是 zero cost 的，对不对？你想看我们的 speed up 卡有什么？我们有 coin 需要一个 energy，我们有 beast argo 也是需要一个 energy， 所以这个 in order 的为了 counter react 这个 slow 啊，这个有点过分强势。确实。可是那 developer 又不能 remove 这个 slow 的 effect 啊，假如 remove slow 的 effect， 这张卡就废掉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的 stat 上面改变一点咯。所以现在他从40 damage 变成30了。
So 另外一个被 nerf 就是他的 Chomp 啦，也是很出名的，也是 Tiny Turtle 咯 ，Tiny Turtle Chomp。So 他 damage 是 nerf from 80去到75咯。OK，so 可能那些就是观众这边很多人都用 Terminator 嘛，然后看到Terminator nerf 这样多，有点好像上 rank 担心还是怎么样。对，可是我这里能assure大家就是其实不用太过担心。我都看起来4张卡里面3张卡被 nerf， 感觉上是很大的 nerf，可是其实这个 nerf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因为它强势的地方还是保留。来 Terminator 强势在哪里？就是说它很恶心嘛，对不对？有2个 stun 可以 stun 人家，然后人家打爆你的 shield 可以 stun， 这个是没有改变的。第二，它有一个 zero cost 的 slow 也是没有改变的。although 它被 nerf 了个10 damage 它的 lagging， 可是它还是可以 slow 你，对不对？你还是有办法来快过对方的挂，用这个 lagging 来 slow。所以你强势的地方还是保留，只不过你的整体的一些 stat 上面 damage 低了一些了。所以应该就是如果你是 Terminator 玩家，我自己个人的 account 是玩 Terminator 啦，所以可能就是可能要算准一点，然后以后才可以来干掉对方。对，我赞同这个。所以假如要我给一个号码的话，我觉得overall 其实 Terminator 也就被 nerf 了个10% 左右了，没有想象中的太过分。所以它强势的地方还是有，大家可以不用太过担心。讲完这些 nerf 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被 buff 的有哪一些啦。So 我不会全部都讲完，对不对？刚才 nerf 我也没有讲完，那所以要是讲完可能会花太多时间。我还漏掉一个瓜，所以 nerf 的其实还有一个可以故意的，不是瓜。我现在想讲就是也是大家叫什么觉得很恶心的，就是 Cute Bunny 和那个 Antenna。可能我讲 Cute Bunny 没有人知道了，可是要是我讲出来的效果，可能大家都知道，也就是他 fear 你，就是这张。我看你们大家应该也会有遇过，就是尤其是那种比较高分的朋友，会遇过这种，会有就是 Cute Bunny 有这种那个他的另外一张叫什么名字了啊 ？Antenna 的卡，所以 Antenna 就是他会偷你的 energy。Cute Bunny 的话，他会 fear 你，都是很恶心的。现在他终于 nerf 了，所以 Cute Bunny 他 nerf like from 120 damage to 100 damage， 就是一个蛮 significant 的 nerf 啊。然后那个 Antenna 的话 like from 他 damage 是 remain the same， 可是那个 shield like 就是 from 60去到50了。可以 OK， 可以，所以nerf 的我们就讲到这里。至于 buff 的话呢，我讲的就是这里就是这个 Ronin 和 Imp 嘛，so Ronin 和 Imp 就是我们所谓的 Rim 嘛，对不对？ Rim Beast， 就是在低端区里面很出名的，就是有 Ronin 有 Imp， 然后有另外2个哪凯克，所以你在 Marketplace 看到很多，so 可能你讲，为什么在 Marketplace 这样多，可是为什么会 buff 它呢？对不对？因为通常要 buff 就 buff 那种冷门的嘛，所以问这里他 buff 它是因为although Marketplace 很多可是其实 Rim Beast 只有在低端局那边见到多而已。你在高端局，你们仔细想一下，你们打到2000分之后，你们还有多少时候可以看到一个 Rim Beast？ 最多你看到就是 Rim Beast 的卡在阿瓜身上或者是在别的身体身上。对，说的对。所以为什么 Rim Beast 在高分局没有人家用是因为 Rim Beast 太靠运气了。就说运气好的时候，你可以丢很多 damage， 然后 energy 可以拿回来就是你没有花到 energy， 或者花很少 energy 可以丢 insane amount of damage， 对，看起来很怎么讲？你看起来的卡，看起来的 combo， 看起来很怎么讲？很美好。可是要是你卡不来的话，你是什么都不能动了。所以 that's why 在高分局他们都不想把自己的输赢来交给运气决定嘛，对不对？你也不想想我赢输就看我的牌来不来，就他们要把他们的就是这场 game 的走向自己决定。所以 that's why 在高分局用 Rim Beast 的人很少了。所以这也就是我觉得 developer 要 buff 它的原因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Ronin 从本来的75 damage buff 到80，看起来很少，对不对？只 buff 可是 Ronin 是什么？ Ronin 就是可以 trigger critical hit 的嘛，对不对？我给你们看一下 Ronin。
So normally 你不可能只打一张 Ronin 了，对不对？你打 Ronin 的时候，就是你要 trigger 它的 critical 的时候。So critical 的话，我们在这个 batch 之前的话，因为我们不要把事情复杂化的话，就是 double damage 嘛。So 假如我们讲5个 damage 的话，它其实是 buff 它10个 damage 对不对？因为通常你打的 Ronin 就是 trigger 它 critical 的时候。至于 Im 的话呢，我觉得对，他把那个 damage buff 10，然后那个 shield buff 也是 buff 10咯，就那个 shield 从20去30咯。还有一点这里就是比较 common 的卡被 buff 的就是这 cactus 啦。cactus 为什么被 buff 我也是不太理解了。就我觉得 cactus 本来就是没有说特别强，可是也没有特别弱，就是中规中矩，不需要加强，也不需要削弱啊。这张卡其实对，中规中矩啊。就我是不清楚为什么会 buff 就可能我觉得 developer 那边他们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 data 啦，对不对？因为他们那边有 a set of data 了嘛，我们就是几 million 的 game 已经玩了的话，他们从那 data 里面分析出一些他们觉得一些可能过强还是过弱的，所以可能一些 data 我们看不到啦。OK， so 这个nerf 和 buff list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没有讲到完了，讲到大家想要详细的知道全部的话，我们在我们的 video 下面放一个这个 link 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OK， 讲完了这个就是card balancing 的部分，也就是这些卡 nerf 和 buff 的时候，我们来讲一下接下来的这个damage 的 mechanic 怎么 work。OK， 现在终于这个 developer 打算就是怎么说呢？调整我们一直想要怎么讲一直 complain 的部分也就是 critical。我相信大家假如玩 Axie Infinity 玩得够久的话，都会遇到很多情形，就是前面你本来 plan 好的，你已经要赢了，就是你 plan 好就是他可能打你是打不死的，然后接下来你打他就死了，something like that 的这种 situation。可是 somehow 他一个 random 的 crit 打破你的计划，你整盘计划，你前面之前的几轮的 mind game 啦，你辛辛苦苦的 outplay 他啦，不三不四，全部白费掉了，就是因为他一个 crit 这场 game 就变成他赢了。其实很烦，你前面之前的那些的努力都白费了。So 很多人 complain 过。So 现在他们终于打算改动这里了。So 第二个原因他改动这里是为什么呢？就是 moral 的这个 attribute 对，就这个 stat 太废了。所以你们仔细想一下，你们买 XC 的时候啦，你们都不会注重 moral 的嘛，对不对？我们最强的两个 stat 就是 HP 和那个 speed。For example， 你们买 Beast 的话，假如在高端局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买 Beast 他们会想要买高一点的 Beast 嘛，对不对？高一点 speed 的 Beast 嘛，对不对？in order 来比对方的 Beast 先打。所以你看，他们甘愿怎么讲，不要那个 moral。对不对？他们不要 beast 的部分，把那个其中一个 beast 的部位，就是耳朵或眼睛，换成let's say aqua 或者是 bird， 就是为了达到 extra 的 speed。就为什么这样子做？就是因为 moral 的这个 stat 太废了，我都听起来很好了，什么 moral 给你增加你进入 last stand 的 chance 嘛，增加你 critical 的 chance。可是你想一下，这个所谓的 critical 的 chance 是很 random 的，对不对？对。aqua 也可以 crit 对不对？就是感觉上。我的 moral 很废我用 beast， 可是对方的阿瓜打我，他 crit 我用 beast， 可能有时候不 crit 他阿瓜竟然 crit 我，那里公平对不对？所以现在为了怎么讲？为了让这个 developer 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就是 moral 这个 stat 太废了，第二就是这个 critical 上面的一些就是什么太过不平衡的地方了，就太过 random 了，对不对？就是把这个 game 交给运气对不对？因为这个 game 是。我们迟早要朝着 competitive 的方向走嘛，对不对？以后 XC 我觉得啦会有 e-sport 的嘛。就假如你一个 competitive 的 game 有这样大运气成分，其实是不太好的。所以 that's why 我觉得他们 developer 也是有想到这方面的一些考量所以 that's why 他们做了这个调整。所以这个调整是什么我就把大家帮大家简化了。所以就是以前那个 moral 只会决定那个critical 的percentage 对不对？就是你 moral 越高，参射手你 critical 越高。可是大家讲到 critical 的话，不管你 moral 多少，那 critical 肯定是 double damage 对不对？就是 200% of 原本的 damage 嘛。可是现在我们那个 critical 出来的 damage 会 based on I mean after 这个新的 update 是 based on moral。什么意思呢？所以假如现在beast critical 的话，
它的 critical damage 比较高，所以现在 beast 不止更容易 beast 本来就是比较容易 critical on top of 那个它 critical 出来的 damage 会比较高。So阿挂的话，那些你这样倒霉被阿挂 critical，可是阿挂的moral很低，所以那些可能 critical 的话就不是200% damage 哦。这里他没有 list 出那个formula 啊，所以我只是随便给一个号码。所以那些可能以前阿挂一 critical 的话就是200%，现在可能来就是140% 或者130% 这样子了，对不对？所以那个 impact 就没有这样大了嘛。所以那些假如现在你不小心被阿挂 crit 的话，可能就不是一个可以左右那个 game 的胜负的一个那个situation 咯。所以还有一点我要提出的就是，你们还记得刚才我提到 Ronin 的卡吗？所以有一个时候很流行，就是他们在阿挂的身体上面，就是他们用阿挂 X 上面有 Ronin， 对不对？他们把那个阿挂当做 beast 来用，对不对？来那个阿挂有用 risky fish 来可以buff他下一个 attack， 然后再用 Ronin， 哇 damage 很大，所以那个阿挂就好像 beast 这样过分了。只不过阿挂的身体是更好，因为阿挂的命更长，然后 HP 又比 beast 高，又快，你想看又快，命又高 ，damage 又高。所以现在这个改动啊，就可以怎么讲？减少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呢？所以现在for example假如那个阿瓜用 Ronin 的话，和一个 Beast 用 Ronin 差别很大，对不对？以前的差别只是差别在哪里？以前差别在那个 10% 的 Same Class Bonus 嘛，对不对？因为那个阿瓜用 Beast 的卡打出来，少了 10% 的 Same Class Bonus， 就少那边而已，别的一样。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假如你用阿瓜打出 Ronin 的话，它的 critical 它会 critical 嘛，一 Ronin 就是 critical， 它 critical 多少就 based on moral， 可是阿瓜的 moral 很低嘛，所以假如阿瓜打出 Ronin 的话，其实 damage 不高了现在。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动啊。下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skill formula update 了。所以你们大家还记得 skill 嘛？所以 skill 是决定我们的 skill combo bonus 的嘛，就是假如我们打2张或以上的卡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些 bonus damage。可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以前是怎么样的。OK， 所以这个是一个表，就会列出就是各个 class 的 skill， 还有他们的那个skill combo bonus 的 modifier。所以你看，在这个 game 里面最高的 skill 和最低的 skill 只差别在那 3% 的 modifier 而已，对不对？我们看这个 beast 31 skill， 我的 modifier 就是我会得到 extra 6% damage。这个 Dawn 43 skill， 可是也只有 9% 的那个bonus。所以这差别的大概 2-3% 的 bonus reflect 其实只是 reflect 出大概2个 damage 或3个 damage 罢了嘛，对不对？因为一张卡最多也就是100 damage 嘛，对不对 ？Roughly， 假如我们算100 damage 也是一个 average 的话，100 damage 2% 也就是才2 damage 而已，对不对？所以你想看，就是现在 skill 就 before 这个 update skill 的这个 stat 很废耶。我们买 XC 我们看 XC 的强度，我们完全不把 skill 当做一个 factor 来考虑嘛，对不对？你想一下，你们选 XC 的时候，你们考虑的因素是什么？你们考虑 OK，after 你选好这个 XC 要的那些卡组的话，你们就考虑 OK， 我的 HP 要多少，我的 speed 要多少，然后你来改变它的耳朵眼睛，对不对？你完全不会看 skill， 你也不会看 moral。So 现在它改动什么呢？它这里讲的是 This will increase the utility of skill as a stat。 什么意思？就是它会把这个 skill 的这个 stat 的重要性提高，就代表说那个 skill 的那个reflect 出来的那个 damage 会更高，那 skill combo bonus。 所以我觉得虽然在这里一些细节没有讲，我觉得这些号码会调整，就说最低和最高的肯定会差别比较大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假如是 skill 高的话，你可能得到 skill combo bonus 就会多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下面的你们看这两个 crit 和这个 skill 主要是改变这个游戏里面2个最废的 stat， 对不对？这个是来让 moral 更加有用处，这个是让 skill 更加有用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好咯，让这个 game 更加有层次感，有 in depth 嘛，对不对？你想看现在的 game， 对，更有层次感。现在我们玩这 game， 我们只看2个 stat， 对不对？你 HP 高吗？你的 speed 多快，对不对？我们只看这2个，谁管你的 moral 高我要怎么样做？没有人会 care moral， 你的 moral 高低，也没有人会 care你的 skill 高还是 skill 低，没有人会 care。
可现在我觉得自从这个改动了之后，although我觉得这两个 stat 经过这个改动也不会盖过 HB 和 Speed， 可是至少他们的重要性已经慢慢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样多了，关于这次的 balance update。我再讲到一次就我会把这个 link 放在下面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这个官方的网站看一看所以我觉得我要讲的就这样多了。 Henry 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这个影片也够长了，就到这里了。这样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要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subscribe 我们，那就这样了，拜拜。